地腺体我们一般说能量工厂，我们身体要生长需要的东西也要靠它。还有一个地腺体像军火库一样，所以地腺体如果不高兴了，或者是不健康，它等于是军火库会爆炸。所以细胞的生死是被地腺体控制的。那癌细胞用它的地腺体去控制别人，它会把地腺体输给你，或者是直接像打针一样打到你身体去，所以在它旁边的人都被它影响。但是如果我们地腺体很多很好，打团队战，大家地腺体都很健康，你就会影响里面的癌细胞。所以我们地腺体非常强大，就有可能去消灭这个坏的癌细胞。会哦，会影响它，会影响它让它往好的走，就变成跟正常细胞一样。OK， 好，欢迎您来到健康大前线，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子。现代人听到癌症哦，真的是闻癌色变，觉得说啊，绝症吗？我的人生是不是要走到末尾了？今天请到星光医院肿瘤治疗科季匡华主任，他会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生活里头有一些小的习惯，也可以帮助你远离癌症。我们欢迎季医师。谢谢田子。怎么样远离癌症？我在书里面有讲了所谓4大将军，对，就是提升自己自愈力有4个重要的武器，就是饮食、睡眠。情绪跟运动这4个，我们尽可能的做来远离癌症。其实不单纯是一个基因突变的疾病，它其实是全身环境失衡的一个结果。举一个我自己的经验，就是我有个朋友，他生技公司，他是做尿液检测，检验他的酸度 pH 值。他当时就问我，从尿看看能不能得癌症。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不太可能啊，我说肿瘤只有个几十公克重。它就算很酸，它会产生乳酸，但是那种小量乳酸要让你全身的酸碱值都变酸掉了，然后从你的尿里检验变得比较酸。我一开始我认为不太可能，后来他做了一些病例，做了以后我有点惊讶，即使是很早期的癌，他的尿也都偏酸。所以我那时候就赫然的觉得，其实是身体已经开始变坏了，慢慢变酸了，所以你才得癌症，而不是癌症让你身体变酸。OK， 所以那就变成我们要防癌以及治疗癌症的时候，防止复发，其实都要注意怎么样让身体的状况维持在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。所以季医师的意思是，我们的身体其实会透露一些警讯，告诉你你可能接近癌症了。你可能会得癌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就是你越来越老，你的糖尿病、高血压、血管硬化 ，everything 都变坏，包括你得癌症。为什么老年人多？其实它是一个老化的一个变形。那你整个往坏的走的时候，在代谢上，你的身体的酸度是会变多的。然后你的尿液排出来，你用比较灵敏的检验的话，你可以看到 pH 值慢慢的变坏。所以在这个期间，你就至少知道警讯了。是你的身体可能有好几个地方它会嗡嗡嗡叫，就是发出一些警告声。所以我就那时候写了这本书叫《自愈力》。其实得了癌症不一定都是医院的责任，病人自己也有责任，因为他要想办法提升自己自愈的能力。刚刚季医师有特别提到，他有一个抗癌4将军，对，睡眠、饮食、运动，还有情绪哦。对，听起来很简单。对，可是其实蛮难的。先来讲睡眠这件事情哦，每天从年轻到老可能年轻的时候是学业，然后打拼事业，睡不好。可是到中年以后，又是身体的状况让你睡不着觉，或是睡不好。对，所以睡不好真的会得癌症吗？就是睡不好会让你身体的免疫力变不好，你的压力也会比较高，压力指数，如果你侦测它的血液荷尔蒙，比方说 cortisol 的 level 会高。那长期失眠也会影响我们地腺体的功能，像大型的追踪研究，长期失眠或者护理师值班、长期白夜班颠倒的人，他们确实得癌症的风险会多，可以多到10几个%。那已经得癌症的病人，他们做问卷调查，也可以有发现这个现象，就是说长期的睡眠不好是会让你免疫力变低的，甚至让你比较容易复发，有临床证据。所以要想办法改变你的生活形态，对，真的也不太好。或者是有些人是日夜颠倒。昼伏夜出，这也不好，对不对？就是你一直这样做，确实你的那个荷尔蒙像褪黑激素紊乱了，对身体有很多方向不好。睡眠我们讲规律很重要，每天什么时候上床，然后睡几个小时，这个规律性要维持住。你规律的人比较不会失眠，变来变去的看3C，晚上就容易失眠。所以医师特别提醒哦，这个睡眠真的非常的重要。那另外呢，饮食的部分，哪一些饮食原则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变强壮？就是多一点那个蔬果啦，多一点天然的东西，
那少一些红肉，少一些不好的油脂。我们一般讲3多3少，大概说纤维多天然，多一点蔬果啦，少糖少红肉，少一些加工的物质，均衡的饮食，多补充一些蛋白、维生素，各种都要，绝对对身体是有帮助的。是，医师有讲到3好食物，就是维持我们的自愈力，预防癌症复发。包括高纤蔬果类，然后好油，这个是坚果类的，还有一个我特别看到综合维他命。因为像粒线体功能就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B 类的，维他命 D， 还有一些矿物质啊，像丝啊、锌啊都需要，你缺了也不行。那最简单就吃个维他命，该有的都有了，也不要多吃，多吃也有反面的报告。就天然的总是最好了，从食物里面来的绝对比合成的药丸好，这个是一定的。是，那不好的食物我们要避免的有哪一些？我觉得油是最重要，一直炸的那种是最伤身体。如果太甜的要避免，就是那个高 GI 值的不好。我们病人常会问我到底要吃什么好。那如果得了癌症，也许他自己静下来想一想，他过去吃了什么太多，他在慢慢的做一些修正。没有一个食物是万能的，说我吃它就不得癌症，其实什么吃大蒜啊、吃洋葱啊都没有那回事，但是一定有帮助。我们就讲均衡饮食，像日本人喜欢吃豆腐啊、吃 miso 那种发酵食物是好。那地中海型的食物就是橄榄油、蔬菜、鲑鱼那种也一定好。那垃圾食物就不好，那你就少吃。其实我们自己也是中午吃个便当，那里面东西绝对不是好东西，也是有炸的啊、油的呀、油的啊，放多久都不知道。几个里面我觉得最要注意的是油，油要好，因为油很容易氧化。对，所以在家里面自己如果可以自己烹调自己做，然后自己知道你的食物来源，你的油是什么油，这是最好的，这最重要。对，那刚刚讲4大将军最难做的其实是情绪跟心情，那个比较难。其他的反正人家给我照吃，运动，睡觉睡不好加点安眠药都可以解决，可是情绪很难啊。加安眠药可以吗？因为睡觉睡不好，有的人就会说不要吃安眠药，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做那种睡眠辅导啊，我们就是给安眠药。我自己试过，我量不是很多，有吃跟没有吃，我觉得有差。我在那翻来覆去还是睡不好，然后吃了就睡着。可是吃是差很多。所以医师您的意思是，如果靠一点点药物让自己睡觉，总比你完全不靠药物，你完全不接受药物，可是睡不着好。除非你学过怎么放松，在国外大的中心里面，癌症中心像 Memorial， 他们有那种 program， 他会教你怎么放松啊，怎么正念去焦虑啊，那个要练要学。数羊我数过没有用，但是要真的要会放松啊，不容易啊。医师真的非常诚实，因为有时候常常会有人说你冥想啊、打坐啊，然后如何放松啊、做瑜伽，可是有些人听什么音乐，对海涛的声音，白噪音什么的，他们在教的 program 都是这些。对，可是有些人就是通通无效。我自己没有很认真去学，不过有一些同学他们大家聚会，失眠因为很常见，有人说很有用，尤其我刚讲的那个叫正念，睡觉就要从头关到脚趾头，对，10分钟这样关一遍，然后呼吸，平常就想人家的好事。就是谢谢什么，这是正念了。正念改善情绪，我认为会有效。就是我们焦虑症啊、忧郁症啊，跟癌症的死亡率跟复发率，这个研究报告相当多。就是情绪不好，你整体的免疫力跟粒线体的功能会受影响。您刚刚讲正念是一个方法，正念减压，宗教的也是一个方法。那一定有。对，情绪所造成的效果，其实我认为也是最大的。就是正念的思想对长期存活，看个案报告里面那种 case 都很特别多，就是他很有执念的一种人的，通常会活得比较久。比方说他宗教情怀很深的，他们也会活得比一般人久，因为他不太害怕，他觉得他有事做，就是有一个信念。对，有个信念，那个精神力真的会影响身体的免疫力，跟影响各种方向。不过我们现在在讲4将军嘛，接下来是运动，运动量，医师主张不用太多就可以用简单的方式来帮我们抗癌。对，因为中老年人不太可能太多那就是生活式的运动，尤其生病了以后，你才想要运动的人，你就常站起来走啊，做家事啊，
散步，原地那个叫超慢跑，上楼梯，这些都很有用。大概有人讲说，一天至少能够走5000步。OK， 那一周运动要有2个小时跟4个小时，他们有做过统计，2小时跟4小时的在存活率都有点差别，就超过4小时的比较好，尤其对于头颈癌、肺癌、乳癌，运动整体来看是有帮助的。粒腺体最多的器官就是肌肉，肌肉因为它要应付突然之间的爆发力，你可以在1个礼拜之内，肌肉的力量就练出来，你也可以在1个礼拜消下去。像我们骨折的病人打石膏，1个礼拜整个肌肉就萎缩了。也就是说，透过运动增加这个粒腺体是很明显的。那如果重训，它的那个叫做 VO2 最大耗氧量，他们的粒腺体功能你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起来，那正常人做不到，所以我们轻微的运动就可以。是，尤其是生病的人，他可能没有这么大的力气去做这一些运动，对，所以可能你从超慢跑、走路、爬楼梯、对，伸展这些，虽然看起来运动量不是很大，可是对你的身体的确是有很大的帮助。有，这些都是帮助你远离癌症的4大将军。不过我们常常在坊间听到大家讲说要饿死癌细胞让它活不了，吃少一点，这个有道理吗？没有道理哈。第一个就是说，如果说癌症有弱点，我们根据弱点来攻击它，这是对的。但是癌症就没有一个挨饿，它没有挨饿的这种弱点，饿的一定是别人，不会是它，所以它不会挨饿的。饿的是好细胞，对，饿的是好细胞。那我们现在都知道，治癌症最重要是免疫力。那你免疫细胞被饿了，你没有蛋白质，没有能量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杀癌细胞。所以千万不要去饿，因为大家都饥饿的时候，它就会变得更凶恶，它就用抢的。所以我们不要去饿它。但是有一些药我们现在一些药，比方说葡萄糖代谢有个叫乳酸去氢酶，就是把葡萄糖最后变成乳酸，用这个药让癌细胞它没办法代谢葡萄糖，那这就会有用。还有癌细胞需要血管供应大量氧气、大量的养分，那你抑制血管药物现在也是最有效的药物之一。所以攻击它的弱点是对的，广义的讲也是饿它，可是绝对不是那么粗浅的说我不吃，没有用。那是精准的让癌细胞挨饿，精准的饿它某个，那就是要靠一个药物，就靠，因为要这么精细的只有药物。是，所以大家可能不要这么天真的说我都不要吃东西，饿死癌细胞，那是错误的，那是错误的。那刚刚这个医师不断的提到粒腺体，粒腺体这个东西最近其实蛮夯的，它跟我们身体的自愈力有什么关联？我们先了解一下粒腺体。是。粒腺体我们一般说能量工厂，就像我们的台电公司发电就是 ATP， 但是粒腺体它也是像中油、像台塑，它制造很多的原料，让我们身体要生长必须要的东西也要靠它。粒腺体还有一个，它像军火库一样，它有产生大量的自由基，所以粒腺体如果不高兴了，或者是不健康，它等于是军火库会爆炸，所以细胞的生死是被粒腺体控制的。以前有一个研究很有名，就是一个是正常细胞，一个是癌细胞，它把里面的核交换，如果癌细胞放到正常细胞里面，会因为旁边的细胞质而变成正常，反过来正常的细胞壳放到癌细胞的细胞质里面去，它会变成癌化。那也就是说细胞核没有细胞质重要，那细胞质里面就是粒腺体，事实上老大是粒腺体。是所以粒腺体它确实是要保护的。粒腺体真的非常的重要，非常重要。那癌细胞用它的粒腺体去控制别人，它会把粒腺体输给你，注入，或者是直接像打针一样打到你身体去，所以在它旁边的人都被它影响。那他有时候会去偷人家的粒腺体，这么坏？对，很坏。但是如果我们粒腺体很多很好，尤其有实验说在3度空间的状态下，你一般2个养在一起是只有他拿你东西分，你影响不了他。可是在一个很好的结构下，你有可能去影响他。所以我们身体的结构变好，整体打团队战，大家的粒腺体都很健康，你就会影响里面的癌细胞。所以我们如果粒腺体非常强大，它就有可能去消灭这个坏的癌细胞的粒腺体，对不对？会影响它，会影响它，让它往好的走。所以平常都是它影响别人，然后它给别人，别人一定坏。它的粒腺体不健康。正常细胞90%的能量是来自于粒腺体，那癌细胞只用50%，
那他也不喜欢太好的粒线体，让它就变成跟正常细胞一样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好的粒线体，或是把我们粒线体做得非常的强大，做得非常的好。对。这个他就不容易去掠夺你，反之你的还可以给他影响他。那这是一个理想状况。那我们要怎么做到那个理想状况？好，做到的方法还是那4大将军。又回到4大将军。对，回到4大将军的原因，我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。是，因为我们知道4大将军的目的是抗发炎，身体好就是发炎会降低。那为什么粒线体不好会引起发炎？我看到一篇文章，我才豁然开朗。粒线体它的老祖宗是来自细菌，20亿年前还没有人类只有细菌的时代，细菌寄生在另外一个大的细菌里面，才慢慢的演化成我们现在的细胞。所以我们的粒线体就是细菌，一定要想它是某个细菌共生在我们的身体里面，那它就跟我们人体是不一样。这个粒线体里面的物质如果让它不健康破掉，它就会让你发炎，是因为它本来就是外来物质，它就是军火库，它很容易破掉。爆炸就会影响你。那我们知道这一点，所以要维护我们的粒线体。当然，第一个原料很重要，你要它好的油、好的东西，让它对蛋白质。那你坏的粒线体要清除、修复，也要靠睡眠、情绪等等。后来你就会发觉 link 在一起，几个都蛮重要。所以其实医师刚才讲到，又绕回来在我们的4将军这里了。对，大家可能也不用把身体想这么复杂，你要让你的身体好好的运行。对，那粒线体怎么让它变得更好？这个火药库如何让它不要爆炸？其实就是这4将军来守护我们。你讲得真好，来守护我们。可是这4将军再讲一遍：睡眠、饮食、运动、情绪。大家只要掌握这4个原则，应该身体的健康不是难事。对，基本分有了。基本分就有了。那人老化一定的，慢慢会老掉。是，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了网络上面，尤其是现在太多资讯了，它也不是骗你，它是自己的生活经验，他就想要分享给你。可是对你来说，也许不是必要的或是正确的，所以病患还有家属，他们要怎么分辨这些资讯？对，因为大家一定会着急，所以会到处查资料，也会听别人讲。那我觉得第一个就看是机构，比方说医院的网站的那种资讯不会错，媒体有名的媒体的制作的节目也不太会错。像我们健康大前线，这是大媒体，对，这种因为我们都是请专业医师，所以也不会错，比较不会错，比较不会错。对。然后当然还要自己去看它有没有文献了。我现在发觉一个很快的 ，ChatGPT 真的很好用。对。如果我问他说，你告诉我有哪些临床的证据，他就给我一大堆。有没有第3期临床，他就会告诉你。对。那你甚至看到了媒体他写的，你把它照个相给 ChatGPT， 你帮我说他讲的对不对？对，他也会告诉你答案。我觉得那个比我们讲的好。是，就是要很聪明的去运用现代科技 AI。对。那这个让 ChatGPT 啊，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搜寻，也是AI 都可以，对，大家都可以去 double check， 然后再去印证一下。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跟你的医师讨论吧。对，这个当然最重要。这个病人一定要问医生。然后，如果他不赞成你的想法，你也可以再去问别的医生。不过牵涉到治疗，一定要医生决定。是，科学当然有它的局限啦。那我们知道，这个季医师在肿瘤治疗的这个部分呢，非常非常的有经验。那今天非常谢谢季医师来到我们节目里，下个礼拜我们再见，拜拜。